觉得就特别像一个教学楼。这个还真是提前拍了照片上传了之后，在这儿不用刷身份证，直接刷脸就能进来了。哎，是所有的环球影城都是一进来都是这样的吗？是呀。是吗？不太一样，有点像那个东京迪士尼乐园。哎。待会儿再来吧，先去哈利波特吧。按照计划。黄油啤酒啊，我就感觉这个魔杖嘛，这么多人同时在这玩，也看不出是谁的魔杖起了作用。禁忌之旅，这个露天排队让我想起来那个上海世博会的当时排队的那个感觉，是吧？上海迪士尼基本上都是在室内，而且它室内两边会创造一些元素，就是让你这个排队的体验不至于那么无聊。排队的时候你往那边看，右边那边是一个霍格沃茨的一个尖顶，左边呢？这个是个白盒子一样的房子，这是一个完全出戏的一个设置，就是你在游客很容易看到的一个地方，就不应该有这种出戏的这种元素在。这个在迪士尼也是不存在的。其实可以算一下，就是如果你在排队的时候，周边没有给你营造一种氛围的话，那么你就是单纯的在排队。但是实际上你玩那个项目占用的时间是非常少的，那就等于你花了好几百块钱，然后就玩了这两个项目。如果把这两个项目放在门外的话，告诉你说你要花几百块钱的门票，你就玩这两个项目，你愿不愿意去玩？我觉得你肯定是不愿意的。你来了之后，其实你就是想沉浸在这个氛围里，但是你在排队的过程当中，他又没有给你营造这种氛围，你说是不是不值？这排队的体验真的很重要。好像不能拍了，对，里面不能拍啊。从这个哈利波特的飞行项目里面出来了，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迪士尼的小飞侠和飞越地平线结合的这么一个感觉。总体上我感觉这个项目是有意思的，就是它是模拟了一场魁地奇的比赛，然后你会在这个主角的引导之下进行一些飞行，你能够看到一些角色，然后穿越到一些比较黑暗的一些空间里面，然后里面也有一些摄魂怪啊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项目有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排队的时候它的这个体验非常差，因为它全程都是在室外排队，然后特别的热。在室外排了一段时间之后，你要去存包，存包完了之后再进入室内，仍然是一段室内排队的这么一个区域。那实际上如果要是你习惯了迪士尼的排队方式的话，你就会明显感觉到这一块才应该是你排队应该花时间的地方，但是它因为前面放了一个存包的这么一个环节，所以就把这个体验打断了。然后另外就是进去之后，这个项目本身的体验，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里面的电影素材好像都是比较早期拍摄的，可能是为就是其他的，比如说美国的环球影城拍摄的这些素材，确实都是哈利波特电影的那些主演亲自出演的，但是它的分辨率很低，那你就感觉这个整个的效果也不是特别逼真啊，这就是我的整体的一个感觉。在哈利波特这个园区还有一个叫鹰马飞行的过山车项目，这个项目怎么说呢，就是感觉是有点坑。总共在过山车上待了大概不到半分钟吧，行进的这个刺激程度基本上可以跟那个上海迪士尼的小矮人过山车跟它差不多，但是呢完全没有主题性的元素，而且太短了，所以就是让我觉得很失望。
88块钱的套餐啊，一个饭一个饮料，跟迪士尼是差不多一个水平，一个质量，一个性价比。2点还有5分钟，快！我儿子去哪儿了？小哥哥竟然在最需要性柔高手的时候，却消失不见了。已经等了半个小时了，20分钟吧，差不多。刚才从这个小黄人闹翻天这个项目里面出来，这个项目基本上就是一个4D 电影，里面是有一段小黄人跟这个神偷奶爸的一个剧情，体验的这个形式有点像香港迪士尼乐园的那个钢铁侠的项目，基本上就是你的这个座位它会跟这个随着这个剧情的设定会不断的动。然后让你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个要坐一下，这个要坐一下。都是有水一条。检测到恐龙，识别中。对象：暴虐霸王龙，安全警报启动。这个项目的形式比较像上海迪士尼的加勒比海盗沉落宝藏之战，给人的感觉更偏向刺激，而不是加勒比海盗那种爽快的感觉。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剧情比较弱，结尾的地方可以说是戛然而止。但是在整个环球影城里面，还是算是最好玩的一个项目吧。一天的体验结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啊，最后的准备工作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尤其是服务啊、流程啊这些软件方面。那从硬件方面来说，园区和主题的设置照顾了中国游客的喜好，同时也体现了一定的多样性。但是在项目的设置上，我觉得过山车是偏多了一点儿，而且除了很多人，包括我都不敢坐的那个霸天虎过山车之外，缺少了一个特别能让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项目。来之前最期待的哈利波特园区的项目，其实到最后最让我失望。沉浸式项目的体验效果欠佳，跟迪士尼乐园的沉浸式项目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这个时候就更觉得迪士尼幻想工程真的很了不起。不过我也在提醒我自己啊，作为一个迪士尼粉丝，这么比较可能不太客观，还是衷心的希望环球影城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给中国游客提供迪士尼乐园之外的另外一个选择。至于环球影城到底好玩不好玩，其实你完全可以在开园之后自己来体验一趟，你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